小伙在大叔脸上闻了又闻，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闻了起来。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，他干活要随身带一瓶酱油，受伤后直接就用酱油涂抹，说可以消菌杀毒防止感染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又掏出了酱油，拿棉签蘸上酱油就开始掏耳朵，眼屎也要拿蘸过酱油的棉签清理。回家后只见他厕所里也摆满了各种酱油，甚至还有料酒。大叔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每天都要仔细护肤，挤点乳液，再倒点酱油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往脸上涂了，甚至连脖子都要抹均匀，拍打拍打促进吸收，瞬间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酱油兑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，说是可以清洁鼻腔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套下来，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。大叔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护肤秘诀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，晚上用老抽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小伙决定尝试一下，把乳液和酱油混合在一起，按照大叔的手法涂在了脸上。看得出来他很后悔，可奇怪的是，一个用了10年酱油的人，却从来不吃酱油，这又是为啥呢？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不能吃太咸，而且糖尿病发作时，皮肤都会开裂。小时候看到父亲都是用酱油来涂抹伤口，自己也就学着在伤口上抹酱油，没想到啊，效果还不错，伤口很快就愈合了。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使用，但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叔没有明说，那就是因为自己长期使用酱油，浑身散发出浓烈味道，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还找到了老伴，老伴非常迷恋这种体味，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最后还有个问题，往身上涂酱油真的没伤害吗？检查发现，大叔的皮肤状况竟比同龄人要好很多。医生说酱油中确实含有很多有益元素，就比如抗氧化剂和乳酸，长期使用的话，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，但还是建议少用，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来到寺庙，更是大开眼界，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。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，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，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。身为佛门弟子，他一不念经二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团跳舞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，都骂他花和尚，说他6根不净，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，偶然捡起一本佛经，结果爱不释手，就像发现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。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，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话怎讲？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，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。随着非议越来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，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，被迫离开了寺庙。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，取名龙宫佛寺，并自认方丈，继续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，围着寺庙摆了一圈，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，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。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，却来到了按摩店，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怀了3天就要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，原来她并不是胃痛，而是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，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，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，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，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，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就算是这样，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，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。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，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，所以也没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，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。大妈每天买1只公鸡，却从来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，连续4年从未间断。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，刚开始也没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都能收到1只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，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。他吓得不敢再吃，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！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恶意放在这里的。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，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这样，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放鸡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，他神色慌张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后，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店主吓得不敢说话，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，好像就住在这附近。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，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，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。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，大家赶紧追了上去。
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，但大妈一口否认，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开了。记者一路追，大妈终于顶不住了，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요새 사랑하고 사는 사람이 세상이 아니야?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? 这是啥意思呢？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，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分享一点自己的爱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，沟通下来，误会解开了。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，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，省流。我觉得像剧本。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，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，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。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，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喊咖喱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你冷静点了喂。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，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